律法是人类的启蒙老师。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时，在旷野，神透过他颁布了律法。这些律法涵盖了生活上各个层面，有和神的关系、和人事物关系的规范，有祭祀、道德、礼仪等的规范。这些内容我们看似熟悉，因为在中国的古代，不管儒家讲的仁义、忠信、礼义廉耻，还是我们生活在现代，国家的法律、宪法、民法、刑法都和这些有些相像。这些律法是让我们知道道德的标准是什么，所以是人类的启蒙老师。只要触犯了这些规范，就是罪，就会受到处罚。这就是为什么人非常不喜欢律法。当人提到这些时，我们会觉得是在说教，而想逃之夭夭。基督徒相信耶稣之后，不是活在律法之下，而是活在耶稣的恩典之中。这对人而言是好消息，是福音。但是如果因此我们认为律法和福音是对立的，那么就是大错特错。因为耶稣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；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检视自己，如果内心中很不喜欢律法，那么很可能对福音的认识是不够的，这会影响到我们和神关系的建立。或许你会说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是的，就有这么严重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始祖亚当的悖逆基因，所以很自然的不喜欢律法的约束。我自己突破这个内心障碍用的方法是，每天诵读诗篇119篇，一方面是让神的话刻在我的心板上，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我的祷告。如此持续几个月之后，现在不仅不会排斥律法，还喜欢律法。大卫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耶稣不也是说这样的人在天国里是大的吗？基督徒一定要对律法有正确的认识，才能够真正活在恩典的福音之中。所以一定要依靠神的恩典，把内心中对律法的排斥拿掉，才会真正经历到福音的大能。